第一台折疊螢幕智慧型手機發表到現在，已經邁入了第7年。不止三星、華為各大品牌如 vivo、OPPO、小米、Motorola、Google 都有推出折疊機，唯獨 Apple 還在等。不過今年不太一樣，謠言傳出的數量多到驚人，這表示 Apple 終於要開始推出折疊機了嗎？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Apple 要推出折疊 iPhone， 這個市場傳言已經傳了非常多年，但也都僅只是傳言。不過今年有一點不一樣，傳言的數量比起前幾年都要來得多，加上折疊機的市占率已經接近3%，而且持續往上攀升中。以往 Apple 都會在市場成熟後才會出手，當然折疊機也不例外哦。那當然，它只要一出手，一定會帶起市場一番的擾動。近期傳出全新的 Apple iPhone Fold， 整體設計真的很特別。接下來我們就從外觀與設計看起，最後也要討論一下 Apple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折疊機。所有人第一個好奇的就是這次的外觀設計，它的樣貌跟目前市面上所有的 Flip 或是 Fold 的形態完全不一樣。折疊後的外螢幕是 5.3 寸，展開後的內螢幕是 7.6 寸。最特別的是，展開後的內螢幕比例是4:3，跟 Galaxy Z Fold 7內螢幕的10:9，接近正方形的比例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折疊後的厚度是9mm， 打開是 4.5mm， 這樣的薄度很接近 Z Fold 7，也就是說放進口袋呢會比較方便一點。這樣的厚度跟目前主流的旗艦折疊式是可以相抗衡的哦。但我覺得這個數字其實也有一點奇怪，有一點修正的空間，因為軸承的位置通常會留一些空間，讓螢幕有足夠的曲度去彎折，也不會讓螢幕受傷哦。所以彎折處折疊後大概都會厚一點，也就是說，折疊後的厚度不會剛好是打開的厚度乘以2哦。但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那表示鉸鏈有經過非常特殊的設計，也就是說，騰出的一些空間呢，可以讓螢幕彎折時可以藏在裡面。這是 Apple 傳出的鉸鏈設計，還真的有一些不太一樣。它用的是結合鈦金屬、不鏽鋼、非晶鈦金屬所共構，打造出一個可以分散彎折壓力的結構。另外 ，Apple 在內螢幕的材質也傳出跟市面上使用的肖特 UTG 玻璃不一樣。它採用的是 Ultra Thin Flexible Glass UFG， 這個是什麼呢？ UTG 玻璃是採用均勻厚度的可彎折玻璃，但 UFG 呢會在螢幕折疊區域呢使用比較薄的玻璃啊，不用預彎折就可以在折疊時順着正確的方向彎折。如果真的如外傳的設計，非常有機會可以讓內螢幕最被詬病的預折凹痕降到最低。而且這次聽說是 Apple 的好朋友康寧協助設計製作。之前康寧沒有搶下到第一波內螢幕的訂單，想必投入非常大的努力來解決內螢幕大家不滿意的點。而這一次的 UFG 的解法，我覺得是相當的有趣。那對了，其實還有傳出內螢幕有自動修復或是更耐刮的塗層我認為這些都是有可能的啦。為什麼 Apple 要推出展開後4:3比例的折疊機呢？其實我認為展開後4:3是非常好的體驗，這跟市場主流的平板電腦比例相近，整體的使用感受真的會更好。就像是三星的3折機 Trifold， 展開後的比例也是接近4:3，無論是在看影片或是多視窗的作業，都有比較好的空間可以去使用。不過折疊後的比例比較方一點，接近3:2的比例對於習慣使用20:9的使用者來說，可能是個挑戰。不過不要忘了，最早的 iPhone 就是採用3:2的比例大家也沒有忘記了。那對 Apple 跟第三方開發者來說，應該也不算是個難題早就習慣了而且5.5寸的大小，寬度落在77mm左右，大概是跟 iPhone 17 Pro Max 的寬度相同。落在單手握持的極限，但高度大概只有120mm左右，比起 iPhone 13 mini 還要來得短單手操作的便利性上，我覺得應該還算是不錯可以照顧到喜歡小手機操作，但又無法割捨大螢幕體驗的朋友。但內螢幕的系統設計，我認為才是難關。到底要讓 iOS 有 iPadOS 的體驗呢，還是要直接把 iPadOS 整個搬上來？我認為前者會比較合理一點。
只要加入類似 iPadOS 的視窗模式，還有多功進階的排版哦，那還有跨螢幕拖曳的功能，甚至針對4:3內螢幕做專屬的版面，基本上就不會差太多了，也不會讓外螢幕呢失去 iOS 手機的體驗。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處理器跟硬體。3奈米的處理器是這2年的風潮，但是每個處理器大廠也緊逼着晶圓廠開發出2奈米的製程 ，Apple 當然也是不例外啊。外傳 iPhone Fold 就會採用全新的 A20處理器，將採用台積電2奈米製程，也會採用 WMCM 的封裝啊，把 CPU、GPU、RAM 都全部的結合在一起。降低傳輸距離，讓效能更好一些，也更省電。畢竟在這麼薄的折疊機，電池容量也不會太大，省電一定是重要的課題。那對了，電池容量部分，我覺得大概會落在5000到5500毫安時左右應該也比較難更大了哦。那話說 ，iPhone Fold 這次可能不會有 Face ID， 會改用跟電源鍵結合的 Touch ID。雖然說這個是為了讓內螢幕更完整所做出的一些退讓。但對蠻多朋友來說，應該是福音吧。畢竟喜歡 Touch ID 的朋友也蠻多的。而相機部分，我想大家應該就不用期待太高了。目前來看是4800萬像素的主鏡頭，那搭配超廣角鏡頭，會不會有望遠鏡頭？現在還不知道。而自拍視訊鏡頭部分，可能會採用螢幕下鏡頭設計，畢竟都要拿掉 Face ID 了，所以採用螢幕下鏡頭才能維持不挖孔全螢幕的完整感受。為什麼 Apple 到現在才要推出折疊機呢？其實折疊機的市場從2019年開始就逐步成長，但初期的可靠度、螢幕折痕、耐用性，還有防塵防水設計都是個大問題。特別是折痕的部分，目前各家依然都需要那一道淺淺的凹痕才能順利折疊。那或許 Apple 除了等市場成熟外，也在等康寧的 UFG 來實現大家都難解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想要推出與市場折疊機做出區隔的全新形態。但三星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啊，目前聽說將會推出4:3比例的 Galaxy Wide Fold，也會用上 iPhone Fold 所有用到的技術，加上三星的折疊技術更為成熟，所以這場折疊機大戰在2026年想必會更精彩吧。以上就是 Apple 折疊機 iPhone Fold 的八卦報道，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play，我們下期見哦，拜拜。